细的对照地图，前面是不是安全的？赤木阁下，我们是按照地图的指示走的，这条路应该没有错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顺着这条路走，前面应该是安全的。好，我再相信你一次。前进！赵先生，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走了，前面已经没机关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咱们就人为的再给他们制造些机关障碍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能暴露自己。分头行动。明白。你们俩跟我来。林子小姐，你不是说这条路是条安全通道吗？你给我带回来的机关布防图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赤木阁下，我觉得刚才我们经历的，应该是成吉思临时布的机关。这条路走下去，应该是安全的。应该是。赤木阁下，不能再往下走了。伤着我倒没事儿，您要是有什么闪失，那可就不好了。老八子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个地图是我费尽心思拿回来的，它怎么会是假的呢？而且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儿了，就应该继续走下去。赤木阁下，我觉得这条路是条不归路。我有一个疑问，连丽小姐，为什么机关里射出的暗箭总是射中你身后的那个人，而你却安然无恙？而且我觉得这个箭像长了眼睛一样，这说不过去啊，赤木阁下。机关暗道存在了几百年，这样强行走过去，说不定没到山顶就打进去。赤木阁下，你怎么能让这样贪生怕死的人跟在你旁边呢？你们不敢走是吧？我来走。
这条路是安全的。小心！陈母君，没事吧？陈母君，属下有一个疑问。说，这个薛琳琳，如果她要是投靠了山上的那伙人，这个时候把我们引入这个圈套，这正是把我们一网打尽的最好时机啊！巴草，你血口喷人！连累小姐，我没有血口喷人。你想想，我们一路走来，战死了多少帝国战士？怎么你走没事儿，我们一走就出动机关？说不通啊！啊！再说了，你怎么那么容易从寨子里逃出来？别忘了，你的身子里头可怀着成吉思的种，血脉传承，这在我们通海，那可是最看重的。跟成吉思待久了，是不是有感情了？陈母君，我有这么多想法，可不是空穴来风啊。什么？你怀了东海人的种？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战士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我怀了谁的种，和我对天皇的效忠是两回事儿。在我看来是一回事。松子，来3个弟兄，要到敌人太侧后方，不停用密集开枪，小鬼子以为中了咱们的埋伏圈。快去，明白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爱不爱成吉思？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了答案。你个畜生！我让你们要唱！薛琳琳，你别死！琳琳。你不跑多好。大橙子，该撤了。大橙子，该撤了。撤！
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是说薛玲玲跟我结婚，怀了我的孩子，跟我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日子，说变就变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人与人之间岂不是很可怕吗？大橙子，人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极端的。可恶的是那些侵略者们，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薛玲玲也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。牺牲品？他潜入到我们禁义营，杀人放火偷东西，最后还落了个死在自己人手上，怎么能说是牺牲品？赵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给过他机会，只要他选择留下来，放弃他们的行动计划，我会把这个秘密永远的保守下去，跟他好好的过日子。谁不想好好的过日子啊？可是那些战争的发动者，日本帝国主义狂热的好战分子，他们为了掠夺我们的资源，发动了这场战争。薛玲玲不过是被他们利用的间谍杀手而已。利用？只要他不愿意留在我身边，我看谁敢伤害他。没你想象的这么简单。要成为一个间谍杀手，必须要经过非常残酷的训练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能够生存下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更何况，那些狂热分子会用尽一切手段来控制间谍杀手，比如说他的亲人、药物等等。薛玲玲倒是曾经跟我说过，她的家人在日本被控制着。我的猜测没有错。我想，薛玲玲原本是想留下来好好跟你过日子的，但是她没办法做到。我们就是想让所有人都好好过日子，才战斗的。你要知道，战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何等的残酷。前车之鉴呐，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巴曹叛变通海，投奔日本人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赤木跟巴曹说，一旦攻下通海，就让巴曹来掌管。估计最后死的人是巴曹。日本人狼子野心，怎么可能把稻穗的肥肉拱手让给他人？不过，他们布的巴曹这个棋子，确实是高明。巴曹当时来报，说买回来的女人被土匪给掳走了。我那么容易的就抢回来了，当时觉得事有蹊跷，只怪我没有细琢磨，才酿成了今天的大祸。巴曹一定是听从了日本人的安排，把这4个女人给调了包，换成了4个日本女特务。不过当时呢，是大通氏带着经营的兄弟亲自把他们抢回来的，所以大家伙啊，也都没多想。这个赤木在心理分析这方面确实有一套。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中计了。现在李静兰也在玩心理游戏，我看他是真的觉得通海没人了。李金兰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回来，其实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把花家的那块金龙令搞到手。我相信，那天在树林里跟薛玲玲一起的黑衣蒙面人，一定是他。这么说，混在寡妇抢亲里的杀手和伏击我的也是他们。在花家，如果不是小六相信他，我一定杀了他。无凭无据啊，只怕小六子有情绪。现在正是经营用人之际，不能动摇军心。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玩心理战，咱们就不妨再陪他们玩一次。不过，我需要一块金龙令。你是想用我们许家的金龙令引李静兰出来？你可别忘了，
贾家的金龙令就是被你弄丢的。你也别忘了，这块金龙令让我们成功的揪出了薛玲玲和巴曹。正吃饭呢。哎，赵先生来了，正好，一起吃吧。赵先生，我去家扶碗筷，你和小六喝2杯。不用那么客气了。怎么样，金兰，伤好些了吧？没事了。我呀，是替许冬梅来给你们道歉的，希望你们别往心里去。赵先生严重了，薛玲玲是日本特务，我和她一起买金山的。换做是我也会这么做的。难得你这么明事理，我替冬梅谢谢你们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你赶紧去拿副碗筷，再炒几个菜啊！快去快去，来，赵先生坐。赵先生，您来不光是为了给冬梅道歉吧？确实有些事儿。哎，小六子，你的金龙令在吗？人在令在。好。日本人现在已经有3块金龙令了，剩下的这2块啊，咱们一定得保管好。许家的金龙令也已经请出来了。许夏和说他大大咧咧的，许冬梅呢性子又太急，都怕保管不好，非得交给我来保管。可是我总觉得由我来保管，好像……哎呀，赵先生，你就别多想了。你现在已经是许家人了，又是通海的大通事。许家能把这块令牌交给你，那你应该用生命去捍卫的。是啊，一拿到这个金龙令啊，我就深感责任重大呀。所以我就过来向你取经，看看怎么能确保这金龙令万无一失。你看啊，这通海的金龙令啊，除了这一块，就剩你花小六手上这一块了。这说明啊，你花小六在这方面能力是最强的。哎，我有个想法呀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这块金龙令啊也交给你，由你一块保管，怎么样？哎，这可不行啊，赵先生，通海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，5大家族各自掌管自己的令牌，不能给他人保管。再说了，你把这令牌交给我，那万一我弄丢了，这我担不了。咱还是喝酒吧，啊？好，那我就时不时的跟你请教请教，看看怎么确保这金龙令万无一失。来，来。小六，我来给你送点饭。今天赵先生来找你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他想把许家那块令牌让我一起保管，
他把它弄丢了。确实要小心保管。我听说这集齐5块金龙令，就可以直接找到通海龙脉的入口。这从龙脉的入口穿过来，可就直接到山上了。要是让日本人拿到这金龙令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许家的那块令牌现在丢不丢，我顾不上了。可是我花家的这块，只要你不拿，那他就丢不了。我要想拿，早就拿了。我是觉得赵先生今天亲自登门拜访，说这个事儿，也是对你的认可和对花家的信任。你就直接这样拒绝他，会不会不近人情啊？这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也不是我说能改就能改的。赵先生，依你看，我该不该相信他？你该不该相信他，只能问你自己。我现在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，我不相信他。许冬梅一直无法证明自己对李静兰身份的判断，在赵月泽的计划下，利用金龙令引蛇出洞，加以花小六暗中埋伏，他们决定冒险一试。其实你可以不杀他的。我给过他机会了，尽管我不想，可是他还是出现在这儿，打着金龙令的主意。都怪我傻，宁愿相信他，也没相信冬梅。他该死。何总啊，爹给你送行，我提醒你啊，办事千万别出头。你就是个暗哨，就是观察传递情报为要务，千万别和日本人正面干起来。爹，这个你放心，娘儿我在外面这么多年了，啥也没学会。就这个生存之道，那练得炉火纯青。你想想，爹，我都见过什么人？
黑帮、警察，啊，还有国军，那我在他们之间那得游刃有余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说我长这么大，也得代表咱们谷家为通海做点事儿吧？你说我不去，谁去啊？能让你去吗？你一把年纪了，头发都白了。这里还算正常。有情况，撤！六哥，有一小队日军朝这儿过来了，你俩赶紧去跟夏侯通报，去。
不要再追了，小心中他们的圈套。回去。怎么样？日本人不敢往里追了。放心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走。失许下河，他们的大同事，给我抓住他们！赵月泽部署的4道岗哨，经过发现、传递、引诱，将这队日军带入了火力包围圈，一举全部歼灭，大振军心，更加坚定了赵月泽带领进义营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张图竟然是假的。加藤君，金龙令不会也是假的吧？我看应该是真的。请进，喝茶，喝茶。包草君，那天我真的应该听你的，只可惜牺牲了那么多大日本帝国的勇士。好茶，走。金龙茶，我们通海的特产。相传啊，它就生长在龙脉的周围，吸收了天地的灵性啊。清淡，微涩，对，带甜，像极了我父亲给我泡的雨露茶。哦。包草君，今天是不是你们中国的中秋节？对。今天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大日本帝国的勇士，你说赵月泽他们会不会正在庆功？赤木君，放心吧，他们开心不了多久了。要不，今天晚上我去安排一下，你们放松放松，好吧？我安排安排。他们放松的时候，就是我复仇的时刻。
中秋了，以往的中秋，通海上下都是吃饼赏月放天灯。可恶的日本人这么一打，连节都没法过。是啊，眼下通海的百姓都被安置在了聚义厅，个个都是人心惶惶的。光靠古信父去安抚他们的情绪是远远不够的。更何况不光是他们，金营的弟兄们这些天也都是够累的。谁说不过节了？仗要打，节也要过。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让大家好好过个节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吃饼赏月放天灯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？当年你爷爷被沉江，我没有出上力，害你失去了唯一的亲人，你心里一定恨我，对吧？你们先聊，我在外边等你啊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当时我确实怪你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如姐妹。我爷爷待你像亲孙女一样，可是，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没有出现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如姐妹。我爷爷待你像亲孙女一样，可是，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没有出现。我求爷爷让我去找你，可是爷爷不让。他告诉我说，夏荷刚当上大通使，根基还不稳，怕会影响。
你失踪的那段日子，他们流了多少眼泪，到处找你，每天都去河边。听我一句劝，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，不然你看看我，爷爷死了，朋友也死了，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投靠了日本人，除了身上的这套衣服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觉得我贾牡丹战死沙场，可能是这生最好的结局。我们都得好好活着。赤木的军队饱受树林机关之苦，他决定变换进攻战术，利用伪装潜入树林，不断周旋于进义营的暗哨布防之中，将其一一击破。出发！云遮月，不吉之兆啊！大组长，云在动着呢，一会儿啊，云开雾散之后，月亮就出来了。哎，你说我要是能把那云彩扒开，不就好了吗？啊？那你说，你们通海人为什么过中秋都要吃饼、点天灯呢？看着月亮吃饼，咬掉一口，饼还是满的，预示着我们通海的粮食永远也吃不完。至于天灯嘛，我们会把愿望写在天灯上，让它飞上天，飞上月亮，我们的愿望就会实现。看，月亮出来了，满弦月，再加几片浮云，真美啊！这要是在青梅亭赏月，就更美了。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过中秋吗？还是6年前的事儿。是啊，现在我们还能在一起赏月，还有什么可奢望？好多年没在通海过中秋了，没想到通海的习俗一直都没变，点灯、祈福、吃饼。你说现在要是没有小日本，我跟我爹在顾家肯定吃香的喝辣的。狗日的小日本！你要是嫌这条件不好，你可以滚回去，
你爹在通海多招人恨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们贾家，再加上许家，给他害得家破人亡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最后他落下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古克松，要不是小日本打进来，我就……你怎么样呢？你一直想让八草替你报仇，他报了吗？我爹是有很多问题，他一心想当通海的皇帝，但他也是为通海的百姓好啊。至少我是这么想的。为了百姓就可以害人？我告诉你，古克松，你爹他就是为了自己的贪得无厌。是，这话我承认。我爹是太贪了。许夏河想杀我爹，他早就成功了。还有八草，在我们古家那么多年，他要下手的话，我爹活不到现在。但是现在我爹遭到报应了呀，我们古家没了。牡丹姑娘，我是真心想为通海做点事儿。可能你不相信我，但是现在我心里觉得很踏实。如果这次能把小日本打走，我一定帮助我爹这个大族长从头再来，替通海赎罪。姐姐，愿望真的能实现吗？愿望一定能实现的。这个灯只要一直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飞到月亮姐姐那儿，我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。你在看什么？爹说了，女孩多看月亮会变聪明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，要不然我怎么这么聪明呢？那我也看，你不能看我的月亮，就一个不看你的看谁的？那不管，我先看到的月亮就是我的，谁让你看晚了的？我不管，我偏看，不让你看，我就看，我就不让你看。从那时候起，你就怕我抢了你的月亮。每天都要等着月亮出来，抢着看第一眼。现在想想，你这个当姐姐的，还真的从来都没有让过我。以后，我都让着。贾母的古克松，看来赵月泽和许夏河身边真的是没有人了。你们这种货色也派出来了。哎，赤木阁下，我俩确实是小人物，没什么用，不如把我们就给放了吧。
八草，那个看在谷家，咱俩还有点兄弟情谊的份上，你不跟我说两句好话呀？啊？不是八草，你不替我着想，你得替牡丹姑娘着想啊！你给我闭嘴！那个赤木阁下，您忙着，我们先走了啊。你可不是一般人啊，通海大族长的公子，未来大族长的接班人啊！啊，对，赤木阁下，我是未来大族长接班人，那个留着我还有用。那个子弹不长眼，我怕您打偏了伤着我。赤木阁下。要不这样，你把我给放了，我上山劝他们投降，你看行不行？古柯松，你就是个怂蛋！赤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直接说好了。你在这儿装模作样的给谁看？要不这样吧，你也给我一枪，把我崩了得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赤木阁下，我们现在手里边有3块金龙令了，我们完全可以用这2个人跟山上那2块金龙令进行交换。以我对山上的人了解，他们应该愿意。把他们押下去吧。是。快，押下去！附近已经找遍了，没有发现古柯松家母的。我刚刚勘察过了，青营的兄弟不是一招致死，就是一枪毙命。这个凶手对于地形非常的熟悉。这是刚才我在这儿捡到的弹壳。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，这儿应该就是枪手开枪的地方。这个地方距离我们的暗哨有一段距离。这个枪手使用的一定是狙击枪。他们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尸首，他们应该还活着。身手如此的敏捷，对地形又如此的熟悉，只有可能是一个人。拔草。不光会吹，还会画呢。这首曲子是我父亲做的，他从小就教给我吹的。通海真的是一个好地方，应该把这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。对了，拔草，
贾牡丹怎么样啊？啊，在后面绑着呢。我知道你很喜欢他，他就交给你处置了。赤木阁下，拔草军现在要以大局为重，等我们全力以赴拿下通海，找到龙脉，拿到玉海棠，别说一个贾牡丹，在整个通海都是我的。不，都是我们的，我们的。换回贾牡丹和古柯松，没错。走吧，到了。赤木阁下，牡丹姑娘我给带来了。松吧。牡丹姑娘，你愿意做我的模特吗？模特？什么意思？拔草，你的眼光真的是很不错。牡丹姑娘，就没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把你画起来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我不愿意。不，愿意，牡丹愿意，咱愿意。愿意什么呀？愿意？你说你一个日本人，在日本待着多好呀，想画什么画什么。你要跑到我们通海来干什么呀？装画家呀？牡丹，人家赤木阁下那可是艺术家，别胡说八道。闭嘴！对不起，你这样生气的样子真的很好。牡丹姑娘，你只要让我画出一幅我认为满意的作品，我马上放你走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画完就放我走？特别好。你试着想象一下，在你的对面是你最心爱的人，你们四目相对，含情脉脉。很好，你的心上人即将离开你和你的孩子，你的心中够了，我想象不到，也感受不了。赶紧画，画完让我走。嘘，不要讲话，保持住。特别好。
大组长，哟，赵先生，坐，请坐。古歌松和贾牡丹被赤木他们抓走了。不可能啊！克松他们是暗哨，是在树林中暗中布防。再说了，这树林里面到处是机关暗道，日本人怎么可能进来把他们抓走呢？赵先生，你可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啊！赤木他们提出来，用东海剩下的2块金龙令，就换他们2个，否则的话，就等着收尸。您是东海的大组长，大伙儿让我来问问，看您是什么意思？这么说，他2人真给抓了。赵先生，赤木在哪儿？你把我带过去，我跟他来谈。您去了，无非就是多一个人质而已。赤木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可是金龙令也不能给日本人呐。万一日本人集齐了5块金龙令，拼出了地图，找到了龙脉的入口，那通海镇整个就完了。谁知道这个金龙令的传说到底是真是假？我们又没有人进去过这个龙脉。龙脉里面有玉海棠，谁拿到玉海棠就能号令天下。这个传说传到现在，您居然还在相信它吗？这5块金龙令是有它的文化价值，但它充其量不过是先人留下来的物件。它再重要，也没有人的命重要吧？可万一这传说是真的呢？据传说，龙脉的暗道能从山底一直通到山顶啊。那通海幸存的百姓，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啊，咱赌不起呀，赵先生。大组长，这几百年都过去了，这龙脉它到底有没有入口？而且这个入口到底还能不能打开，谁又知道呢？我听老一辈的通海人说，这个入口很有可能经过山洪爆发，经过暴雨的冲刷，早就不知道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前几年呢，倒是有几个日本的学者，他们集齐了金龙令，拼出了地图，找到了龙脉的入口啊。自从他们进了暗道，至今杳无音信。不管怎么说，与其相信这个传说，我宁可选择救人。就目前的情况，能多拖住日本人1天，通海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就多一份活下来的希望。我相信我们共产党的救援部队正在赶来的路上。画好了吧？那我走了。我说过让你走了吗？不是说好了吗？说画完就让我走。可我说的是，我得画一幅我满意的作品才能走。你耍我？那你一辈子不满意，我就一辈子走不掉。你根本就没想过放我走。贾牡丹，放与不放有什么区别？山上能扛多久？通海也知道是我们的。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通海对你来说就是个噩梦。他们互相陷害，你家族灭亡，你沦为妓女，太可笑了！就因为古庆夫的一句话，你就被贬为妓女。我的天哪，这么愚昧的地方，你留下来有什么意义？
跟着拔草，跟着我，你绝对可以活得非常的随心所欲，荣华富贵。我们大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流传，那种归属感，是你们这些日本人根本理解不了的。就连通海几百年的文化根基，也是你们望尘莫及的。没错，我承认，我们有我们的无知，可是经过几百年的洗礼，我看到的是大家在进步。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。通海是我的家。虽然我在通海被沦为了妓女，可是通海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来轻薄我，因为他们看不起妓女。而我贾牡丹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妓女，就自甘堕落、自暴自弃。我选择穿上这身战袍，我选择为我的家族荣誉而战。这个就是通海人的精神。只要通海人的精神还在，赤木，你就算拿得下通海，也拿不下人心。你们注定失败。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我一定会让你亲眼看到我怎么改变通海。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强盗！还记得武元素吗？他临死之前说过一句话，代表了我们全通海人民的心声：人死了，魂还在。这岂是你们日本人说改就能改的？带出去！赤木阁下，您别生气啊！贾牡丹他胡说八道，您别气坏了身子啊！他说的对。这会是一场艰难的战争。牡丹姑娘，我不是怂，我他妈也恨小日本还有拔草，但是现在不是咱逞能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咱们活下来还能统治禁医营打小日本，你说咱们要是死在这儿，那不算白白送死啊？八爷，我怎么感觉那赤木喜怒无常啊？他就是一怪物，别去惹他啊！宝子，画的你嫂子还挺像的，有几分神似。那他在这儿不会有事吧？目前不会，他们还指望用贾牡丹换金龙令。不过，你给我看好了。谈判，没错。把金龙令交给他们，换回克松和贾牡丹，不就完了吗？这有什么可谈的？那实在不行就跟他们打。不是不跟他们打，而是要打一场有把握胜的仗。大组长，你跟赤木交往多年，多少有些交情，我希望你能去跟他们说些服软的话。
让他们真的相信我们怕打仗，这样就可以拖延时间。拖延时间？没错。据我了解，日军来了一个精锐连队，他们有个习惯，携带不超过7天的口粮，加上长途行军，他们的口粮消耗得很快。军车装载的都是一些重型武器和弹药，所以他们剩下的口粮支撑不了几天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拖延时间，所谓断其粮草，废自散。赵先生，你这是跟我们老祖宗学的。历史上这种典故层出不穷，并非通海独有和创造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必须在日本人进攻之前，毁掉他们的粮食仓库。豹子，你说刚才赤木阁下说把人扒光的话，会有什么灵感？我怎么也觉得，爷，要不我先打他一顿，你找找灵感。哎，这个八爷，要不然我换个姿势，你看有没有灵感？少爷，我看到你跳舞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心里挺不好受的，让我想起了从前的拔草，那个人人都喊的八狗的人。你比我幸运多了，至少有我现在同情你。那个时候，没有人同情我，所有的委屈都我自己扛的，连找一个同情我的人都没有。拔草，八爷，我同情你啊！你说在谷家，我对你也不错，是不是？虽说没有功，但也没有过啊。闭嘴！记住了，负债自偿。你以为我拔草是需要人同情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以前那些磨练，都是老天在考验我拔草。现在这种考验都过去了，我拔草站起来了。等我们拿下通海，我要让所有人，尤其是那些叫我八狗的人，让他们都跪在我眼前，一块喊。他们才是狗。
他们才是狗。八爷，你觉得小日本能信得过吗？你说我爹跟那个赤木做生意那么多年了，打起来说灭门就灭门。还有五叔，那么好一个人，都死了。不是，你觉得小日本拿下通海，真能让你当王吗？多虑了你。